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是我们新年第一期视频，再次祝大家2026春节快乐。在上一期视频里，我们探讨了一个有些沉重但又无比真实的话题，那就是个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冲突。我们分析了两种理想主义，面对外部世界对我们个性的威胁。第一种理想主义是入世的反抗，在无法立刻改变现行制度和规则的情况下，当事人会尽可能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力所能及地扩大自己的自由，努力地创造和建设，即使在一个极其狭小和不自由的空间，也要争取在产品上留下自己的痕迹。而第二种理想主义，则是对于任何与世俗社会的合作都采取一种厌恶和不信任的态度，因为任何的合作都是一种对自己的污染和异化。于是，个体选择退缩到一个完全封闭的内在世界里。在这个狭小的、不与现实接触的真空里，自我虽然看起来是纯洁的、干净的、富有灵性的，但它同时也是未定型的。它像一团没有容器的水，虽然清澈，但随时可能流散。这种状态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只要我不接触现实，我就拥有无限的可能。而一旦要接触那个杂乱的、不纯粹的现实世界，一旦要接受具体的任务和评价，这种无限可能就坍缩了。我们会觉得那是一种堕落，觉得自己的优美灵魂不可避免地被弄脏了。于是，为了维护这份虚幻的完美，我们只能退得更深，变得越来越脆弱。那在上期视频发布之后，我在评论区收到了大量非常深刻和真诚的反馈。一些网友表示，上期视频精准地描述出了他们的感觉，使他们更加理解自己了。这也是我觉得做这个频道很有成就感的地方。不过，我也想先澄清一个前提，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两种理想主义，无论是建设性和积极的，还是退行与封闭的，并不是为了给人贴标签和分类，并不是说某个人是第一类，另一个人就是第二类。人性是复杂的，这两种力量其实同时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之中，也包括我自己。我们的人格状态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地在这两种状态之间来回拉扯，而能够看见我们内心里的退行和防御，这本身就说明了我们是有力量的，是开放而非封闭的。那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进一步探讨这两种状态，以及探讨一下如何克服对于被弄脏的恐惧，如何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化过程中去建立一个真正坚实、有力量且不失创造性的自我。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其实在上期视频发出来后，我也收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有人觉得上期视频听起来有一种爹味和说教的感觉，觉得我似乎在美化外部世界的枷锁，过度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因为人在残酷的现实世界面前能做的事情确实是很有限的。我觉得这种看法也很值得探讨。其实经常看咱们频道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从来不否认外部环境的束缚有多么沉重，甚至我们频道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批判和分析外部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对我们主体性的威胁。但是我今天想指出的是潜伏在这些批判背后的一个极其隐蔽的心理。如果我们仅仅沉浸在外部世界是如何迫害我、洗脑我的叙事中，我们就会不断地强化一种纯粹的受体视角。在这个视角下，自我完全退化成了一个外部伤害的承受者，一个被动的反应者。甚至只要有人指出了我们的自我，即使在黑暗的环境下也并非完全无力的，在我们听起来都构成了一种说教，一种对主体性的盲目崇拜。这种受体视角广泛地出现在各种各样的边缘群体之中，但它不仅不能保护我们，反而会让我们在无意之中剥夺了自己的心理韧性，把自己看得过于弱小。因为在潜意识的最深处，我们虽然在口头上痛恨无力，但在心理上，我们其实又隐秘地渴望无力，甚至崇拜无力。这听起来很反直觉，
但这恰恰是人性中最微妙的防御机制。关于这一点，我想到前段时间一位朋友推荐给我的一本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2手时间。在这本书中，作者真实地记录了苏联时代的一个特殊群体——60年代精英。这个群体主要是赫鲁晓夫改革后成长起来的苏联知识分子和党内干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最典型的生活方式就是厨房政治。大家挤在狭小的厨房里，激烈地批判苏联政府，讲着刺激的苏联笑话，偷偷收听 BBC 的广播，向往着民主化、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虽然当时政府的监控和窃听无处不在，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大家反而从这种高压中获得了一种隐秘的快感。比如在高谈阔论时，总会有人半开玩笑地对着墙上的插座喊一句：“你还在听吗，少校同志？”在这种充满危险意味的试探中，他们维系着一种被压迫的意见者的身份。这种无力感和受害者视角的结合，赋予了他们一种崇高的道德优越感和灵魂的纯洁感。然而，历史的走向总是充满戏剧性。当苏联真的如这些知识分子们所愿轰然解体之后，他们并没有迎来想象中的狂喜，反而陷入了一种全新的，甚至更为致命的痛苦。正如书中一位受访者绝望地回忆道：“我们就从厨房走到了大街上，结果发现原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思想理念。这么多年，我们只是坐在那里夸夸其谈，说空话罢了。也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一帮完全另类的人，一帮年轻家伙，穿着深红色夹克，戴着金戒指，还有新的游戏规则：有钱你就是个人，没有钱你就啥都不是。谁在乎你是否通读过黑格尔？”他们不得不放下身段去经商，去街头倒卖冰激凌，做点勉强糊口的小生意。令人深思的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反而开始无比怀念当年那个被压迫、被监控的厨房生活。他们抱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世风日下，抱怨再也没有人有真感情，所有人都在为了赚钱而奔波。当然，90年代的俄罗斯虽然否定了苏联体制，但也谈不上民主化，仍然充满着腐败和寡头，环境依然很恶劣。但是他们怀念厨房政治的原因，并非仅仅是90年代的不美好，而是90年代不再有一个系统性的迫害者。在60年代的厨房里，他们是精神上的贵族，是俄罗斯的良心。苏联政府虽然压迫他们，但政府也像一个严厉的父亲，包揽了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比如分配的赫鲁晓夫楼，虽然微薄但固定的收入。在那个狭小的厨房里，体制的枷锁虽然沉重，但也恰恰成为了他们最好的免责声明和保护壳，反而使他们不必接触社会。只要有那个庞大的坏体制存在，他们的无力就是一种高尚的表现，而一旦获得了他们日思夜想的自由，他们就不得不直面自己面对真实世界时的手足无措。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但它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当一个人的自我仅仅建立在对现实世界的拒斥和反抗之上时，他的自我是空洞且脆弱的，因为一旦敌人消失了，自我也就跟着崩塌了。很多人有这样一种认识，他们认为个性或者理想主义意味着必须与普遍性和社会性相对抗。他们觉得我们是一群小众的、看透了世界真相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在一个绝对纯洁的 safe space 之中，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小圈子里，去维持一种清醒和高贵的状态。在这个圈子里，外界的世俗都是肮脏的，外面的人则是愚蠢的、被洗脑和庸俗的，与社会妥协就是堕落。在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下，我们本该去关注和学习那些在束缚之中依然努力创造，在缝隙中追求自由的人。然而，当我们完全被受体视角所裹挟时，一种奇怪的心理就出现了。为了避免一切形式的受害者有罪论，我们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开始赞美无力。我们把在残酷现实面前的无力视为一种最理想和清醒的状态。比如，
在一个对现行的教育制度非常不满的小圈子里，大家很容易产生一种补偿性的优越感。他们会认为那些成绩好的同学都是高分低能，是被规训的流水线产品，是内卷下的不幸的螺丝钉，而只有拒绝这一切的自己，才是聪明、深刻且富有灵性的。那些没有坚决与主流评价体系切割的人，都是没有真正觉醒的，是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精神正在被摧残的可怜虫。再比如，在一个对现行体制非常憎恶的团体里，大家会觉得自己是被无边无际的庸众所包围的。为了维持这种清醒的悲壮感，圈子里往往会形成一种倾向，无限去夸大和泛化外部体制和政府的恐怖和全能。他们会隐秘地乐于看到那些圈子之外的人，也就是那些没有像他们一样坚决拒斥体制的人倒霉或者受害。因为只有看到那些顺从者付出代价，才能反向证明他们的正确。同样的情况也普遍地出现在对父权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中。只要你稍微表现出一点对世俗规则的妥协和认同，或者你表现出了不符合小圈子政治正确的言行，你就会被立刻开除身份。我当然认为他们的批判许多都是正确的，而且一个人可以不按照主流叙事去生活，这也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需要同频共振的小圈子，都需要亲密的朋友来互相取暖，获得共鸣，这是我们对抗孤独的本能。但是，如果一个小圈子或者群体，它的纽带不是基于共同的建设，而是基于封闭、排外以及对外界的仇恨，如果它潜在地通过鄙视他人来确认价值和维系纽带，那么这个原本为了逃避压迫而建立的安全空间，就已经悄然变成了阻碍我们成长的牢笼，即使它是以自由、个性和民主为旗帜。关于这一点，我想到汉娜·阿伦特在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中对康德的评价。他提到，康德在探讨人的自由和判断力时，从来没有把人看作是孤立的原子。康德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叫做扩展了的心智。如果一个人能够从个人的私密的主观情绪中脱离出来，从一个更普遍化的立足点去反思自己的判断，去想象，甚至去理解他者的立场，那么这个人就拥有了扩展的心智。真正的个性是要去对抗那种僵化的、虚假的普遍性，去追求一种包容性更强、更广阔的普遍性，而不是去对抗普遍性本身。就拿我们频道经常批判的应试教育来举例，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人们为了批判应试教育，往往会走向一种逆向美化，也就是美化那种对学校制度的厌恶、抗拒和抑郁，认为那才叫真正的个性和未被规训的自由，同时认为那些擅长拿高分的同学是缺乏灵性和擅长内卷的做题家。我当然认为他们的想法是有价值和值得理解的，但一个拥有扩展了的心智的人，在面对那些高分学生时，他不会去全盘否定和嘲笑他们，而是试图了解对方的内心世界，然后他们会发现，这些同学在这种严苛的训练中，的确有一部分人发展出了逻辑推理能力、记忆力和对于枯燥学习目标的耐心。这个事实可能不符合小圈子的政治正确，因为在这种政治正确里，承认这一点意味着对糟糕的教育制度的辩护和美化，但这些能力同样是宝贵的。当我们看到这一点后，再去思考他们在这个教育制度下所损失掉的东西，这样对教育制度的批判和反思才是真正建立在普遍人性之上的，而非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或者小圈子的优越感。再比如，一个清高、热爱阅读和思考的知识分子，往往容易对做生意的人，或者那些在世俗中摸爬滚打的人，产生一种智力和道德上的优越感。在他们眼里，商人可能充满了市侩的精明，不爱读书，只是擅长迎合人性的自私与贪婪，缺乏深刻的人文关怀。这个视角当然有正确之处，但本质上还是停留在自己的安全空间里，是一种防御，而非建立在对对方的好奇和共情之上。但是，如果这位知识分子尝试去扩展自己的心智，
敢于经历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否定。他可能会看到这些生意人身上的有一些知识分子缺少的普遍性的优点，比如他们尽管缺乏理论知识，但却拥有一种实践智慧。他们每天需要处理大量极其琐碎、庸俗甚至令人烦躁的俗务，要面对各种复杂的计算。但在日复一日的消耗中，他们却没有崩溃，而是能够务实地坚持下来。如果我们放下某种清高的视角，就必须承认这本身是一种心理韧性。他们可能不那么关心思想和价值观，更多的关注利益，而知识分子则更可能道德和理论先行，但这可能陷入了一种理论的自我封闭，那就是只要现实不符合我的道德洁癖，只要这个人显得不够纯粹，我就立刻在心里把他拉黑。但真实世界的逻辑往往是在灰度中运行的，某个我瞧不上的人身上也可能有我需要学习的普遍性的优点。那些看起来不那么纯粹的、带有妥协的，甚至在道德洁癖者眼里有瑕疵的行动，在现实的碰撞中完全有可能促成具体的合作，甚至带来好的结果。承认这些并不会摧毁我们的自我认同，并不会让我们变得庸俗和不道德，反而会让我们更强大，成为一个更加丰富和全面的人。当我真正看到了并且承认了他们身上的这些力量，再去审视他们存在的局限，去共情他们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所经历的异化与痛苦，这才能够扩张我们的心智，使我们的理论能够扎根于现实之中。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